我花8万供了个假女友回家过年，还跟爸妈说她是建筑设计师，谁知她一踏进家门，整个人就定在了那里。爸，我叫林北，32岁，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产品总监，年薪120万，有车有房，履历拿出去也算得上体面。可在我妈眼里，没有老婆这些东西啥也不是。小北，你今天到底带不带女朋友回来啊？妈跟你说，你要是再一个人回来，别怪妈揍你了哈。妈，我忙项目呢，赶着上架。你爸当年忙工地，忙得焦头烂额，不也抽空把老娘娶了？看看你表弟林飞，孩子都上小学了，还有你大姑家的林雪，2胎都怀上了，就你32了，连对象都没有。妈，今年我带女朋友回去。真的？你别又骗我，去年也这么说，结果领个男同事回来，差点把你爸气进医院。这次是真的，她叫苏宁，建筑设计师，在海城一家设计院工作，人温柔，学历高。设计师？那是什么学历？985名校的。怎么了？又跟小北吵架了？吵什么吵？你儿子有女朋友了，设计师研究生。哟，林总监今天这么有空？滚，别扯犊子，找你有事儿，帮我找个女朋友带回家过年。我帮你找个女朋友回家过年？北哥，你加班加到神志不清了吧？这就开始说胡话了。我妈催我找对象呢，说是今年再一个人回去要抽我，没招了，只好说已经找到对象了。所以你是想让我给你找个演员是吧？你圈子广，靠你了，兄弟。行吧，我想想办法，等我消息。好，等我忙完这阵请你吃饭。别，这话至少说5元了啊！什么时候吃上了？呵呵，下次一定。唉，林先生你好，我是苏宁。啊，你真叫苏宁？对啊，怎么了吗？没事儿，坐。吴雄把您的需求都告诉我了，我先确认几个细节。您的父母是偏保守还是开明？偏保守。他们对未来儿媳有什么要求？学历高，工作体面，性格温柔，最好别太有主见。家里亲戚多吗？有没有什么比较八卦的人？有，我大姑跟审犯人似的。我表姐林雪喜欢攀比，什么都要和人比。了解了。您父亲的喜好？下棋、抽烟、看新闻联播。母亲呢？做饭、打麻将，在群里转发养生文章。林先生，为了演得更逼真些，我需要知道您之前的感情经历。前女友有几个？怎么分的？家里人知道吗？一个都没有。一个都没有，那就更好办了。您父母对你的感情状态几乎是空白认知，我不需要和别人做对比。接下来的1个半小时，我把能想到的家庭信息全告诉给了他。最后我们签了合同，8万换8天，过完年各走各路，没有后遗症。对了，我跟爸妈说你是建筑设计师，到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专业的问题，你得接得住。没问题，我会提前准备的。需要我帮你找些建筑方面的入门资料吗？放心吧，建筑这块我多少懂一些。林先生，您父亲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万一他问我结构设计方面的问题怎么办？不会的，我爸是做施工的，不懂设计。那您家那栋2层小楼是什么时候建的？砖物结构还是框架结构？你怎么知道我家是2层小楼？您上次提过一嘴啊。好像确实随口说过。接下来几天，他每次都能抛出一些我完全没想到的细节问题。他给自己搭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人物。江宁27岁，在海城做建筑设计，和我恋爱8个月，是在一次行业交流活动上认识的。爸，宁宁真乖，进门就叫爸了。宁宁来了。苏宁叫他爸，这个人也叫他宁宁，这他苗是他亲爹。老林，给宁宁烧壶热水，一路坐车多辛苦。好，马上烧。跟我出来一下。妈，那我先带他去看看房间。那个人是谁请来的？我不知道，没有见过他。你认识？那是我爸。你爸怎么会在我家？林北，你跟我讲实话，你是不是早就认识我爸？
我发誓，我从来没见过他。那就是巧合。你爸以前是做建筑工程的，清河镇的林万山。我爸叫苏明远，他跟你爸20年前在一个工地上干活。那怎么办？先稳住，他好面子，不会主动拆穿我。你确定？不确定，但眼下也没有别的方法了。走吧，林北，你的假女友该下楼表演了。小北啊，宁宁是哪里人啊？他是海城本地的。那他父母是做什么的呢？我爸是做生意的，我妈已经退休了。做的什么生意啊？建材方面的生意。先吃饭，别问那么多了。宁宁，你多吃点啊，尝尝这清蒸鲈鱼，是你叔叔他上午亲自去镇上鱼塘挑的。阿姨，您这鲈鱼真的火候更到位，鱼肉嫩滑又不散，姜丝放的也讲究。你这孩子嘴巴真甜。宁宁这么会讲话，应该不是理工科出身的吧？他是建筑设计师啊。哦，设计师啊。那你们搞设计的，平时主要画图纸对吧？对，方案设计阶段主要是画概念图跟效果图，到了施工图阶段就会更精细了。那你做过什么项目没有呀？参与过几个商业综合体的前期设计工作。这可是大项目啊！万山啊，你这个未来的儿媳妇可真是没得挑了。万山兄，这位姑娘确实很优秀。嘿嘿，我也差不多该走了。老苏啊，初2再过来吧，咱哥俩可还没聊够呢。行，好好的。宁宁，你这是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累了。那赶紧去休息吧。小北，送宁宁上楼去。苏宁，今天的事儿我会处理好的。好，麻烦你了。小北，下来，爸跟你说2句话。坐吧。你跟宁宁处多长时间了？8个月了。今天老苏到家里来，本来是想跟我商量一件事儿的。什么事儿？他想给他闺女寻个对象。他说他闺女在外头打拼好几年了，27了还没谈过恋爱，他心里着急，想让我帮忙给留意留意，看看咱们这边有没有合适的小伙子。结果你倒好，领了个女朋友回家来了。老苏也就没再往下说。我问你一句话，贝贝，你要认真回答我。你说，你是认真的吗？爸，我是认真的。那就好。宁宁这姑娘我瞧着顺眼。爸，那个苏叔叔是？老苏啊，是我老战友，不是，是老工友。20多年前在南方一个工地上认识的。那时候我们都是毛头小子，一起扛过钢筋，一起睡过工棚。后来我回清河开了工程公司，他去了海城做建材生意。这些年一直有联系，但见面很少。这次他说正月前有空，我就请他来家里坐坐。你跟他关系很好吗？过命的交情。当年工地上出了事故，水泥板从3楼掉下来，是老苏把我推开的。他自己的右腿被砸伤了，留下个旧伤，到现在阴天还疼。完了，竟然是过命的交情，而他的女儿正在楼上假扮我的女朋友，而我在这之前却什么都不知道。你们爷俩在说什么呢？宁宁的事儿，你别跟着掺和。我怎么就不能掺和了？我跟你说，宁宁这姑娘你得抓紧，你儿子能找到这样的，烧了8辈子高香了。妈，行了，我知道了。你回去好好对人家姑娘，
今天先好好睡一觉，明天初一早上带宁宁在附近好好逛一逛。知道了，你们也早点休息。8万块钱假女友，结果假女友他爹跟我爹是过命的兄弟，这个年还能好好过下去吗？大年初2他还来，我们得提前对对词，明早7点半在院里碰个面。好，今天谢谢你，没有当场慌乱，够稳。来啦。先说正事。我昨夜想了整夜，我爸既已来了，就不会只来这一趟。初2那天他还来，可能还会带礼来。你妈定留饭，也就是说，我起码还得在我爸跟前装2、3天。你跟你爸闹僵的缘由，能跟我讲讲吗？3年前，我在海城一家设计院上班，当时有个项目我参与了，核心设计方案做了8个月。加班加到住进医院，最后临近交稿的时候，我发现我的设计稿被人盗走了。被谁？我当时的合作方。我去找我爸求助，想让他出面跟对方交涉。我爸在行业里有些人脉，我原以为他会帮我，结果呢，他说我还年轻，不要太跟大公司作对，吃亏是福气，让我忍下这事。然后他背着我收了对方一笔所谓的补偿款，200万，算是把我那设计买断了。我当天就搬了出去，换了手机号码。后来他托了很多人来找我，我全都没理会。所以你才去做了？对，就干起了这一行。我需要钱，我妈身体不好，长期吃着药。我妹还在念大3，我在设计院的积蓄被那件事掏空了，没有本钱重新开事务所，只能先挣快钱。你以前当真是设计师？是。那你等于我在假装一个我当真做过的职业，讽刺吧？这是我做的。3年前交出去的那个方案，后来它中标了，建成了，现在就在海城新区，叫兰亭广场。兰亭广场，我去过，那是南天区最漂亮的商业中心之一，它拿过好几个设计奖，建成后署的却是别人的名字。这些事，你知道就行。在你父母跟前，我仍是那个建筑设计师。这8天一晚，我拿钱。你图个安宁。你的假女友准备吃汤圆了，快跟上。爸，你觉得宁宁怎么样？不用我再说了吧，你妈妈乐成那样了。那就好。不过有件事儿，我得跟你提个醒。什么？初2，老苏要过来吃饭，你留意一下，别让宁宁表现得太过了。老苏这人瞧着随和，什么人什么事儿，他瞅一眼就透。放心吧，爸，我心里有数。苏明远是苏宁的父亲，明天他来吃饭，我等于请了一位拆弹专家来检查一颗正在倒计时的炸弹，还是我亲手绑的那一颗。老苏难得过来一趟，得好好招待。万山兄，嫂子，哎呦，老苏来了，快进来坐。来就来了嘛，还带什么东西啊？又来叨扰了。来，快进屋里坐。苏叔叔好。
苏伯伯好，来坐。哎呀，小北的女朋友呢？让我好好瞧一瞧。哎，长得真不错。你多大了？27，比小北小5岁，还行。在哪儿上班啊？在海城一家设计院。做什么设计啊？建筑设计。工资拿多少啊？雪雪，人家刚来，你问这个干嘛呀？我就是好奇嘛，设计师赚的多不多？我不是不知道嘛。行业平均水平不算特高，但养活自己够了。那小北赚的多呀。你们以后在海城买房吗？已经在看了。买哪个区啊？南山还是福田？多大面积？贷款贷多少？雪雪姐，你家小宝今年3岁了吧？上幼儿园了没？哎，你怎么知道叫小宝？小北跟我提过好多次，说小宝特别聪明，上次视频还给我们唱了首歌。真的吗？小北，你啥时候跟宁宁说的？之前聊天的时候。来，小宝，给阿姨唱一个。一闪一闪亮晶晶。谢谢。当年差点从脚手架上面摔下来，大冬天咱们3个人盖一床被子，冻得浑身直打哆嗦。万山兄，咱们都老了，可不是嘛？一转眼孩子都这么大了，哎，你瞧我这个臭小子，32了才领姑娘回来，急死化人。年轻人的事儿，我们管不了那么多了。谁呀？哎呦，是陈琳啊！林阿姨，新年好！你怎么过来了？我爸说来给林叔叔拜个年，顺便带我过来坐一坐。这是小北的女朋友宁宁。啊，哟，老苏，好久不见了呀！陈总，别喊陈总了，都是老朋友了。你叫宁宁是吧？你做哪行的啊？建筑设计行业的。哪家设计院呢？海城的。海城设计院我熟人不少。哪家？辉设计院。没听说过。规模很小吧？公司不大，但做的项目质量不差。质量不差，是设计院该有的底线吧？又不是什么能吹的事儿。陈姐是干房地产的吧？我听北北提过。我在我爸公司里帮忙。那肯定很辛苦吧？最近海城的地产行情不太好，压力应该挺大的。丽丽，过来这边坐。宁宁，你老家是哪儿的？海城本地的。父母做什么的？我爸做生意的，妈退休了。什么生意？建材。小北啊，你这女朋友真不错嘛，长得好看，还是位设计师。谢谢陈叔。不过说起来，老苏，你闺女不也是搞设计的吗？以前不是在那个什么院？我闺女早不干这行了。哦，是我记差了。小北哥，改天约顿饭吧，有件事想跟你单独聊聊。再说吧。这个陈丽怎么今天突然跑来了？去年没成也就罢了，今年你带了女朋友回来，他还往这儿跑，什么意思啊？妈，人家是来给爸拜年的。拜年？拜的谁的年？我看他就是来看你女朋友的。这孩子从小眼珠子就长在脑门上，你瞧他看宁宁那个眼神儿。妈，别说了。看看这个，兰亭广场的设计师专访。陈征不是苏宁，可苏宁说过，
这个项目的核心方案是他做的。陈琳发这个链接什么意思？他知道什么？还是他只是在试探？陈丽今天不是来拜年的，她是来探底的。问题是，她到底在探什么？阿姨，我来帮您包饺子吧。好啊，好啊，来，我正愁没人搭手呢。北哥新年快乐！林北，我是苏明远，明天下午3点，镇上老张茶馆出来坐坐。苏明远，他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小北，快来尝尝。来了。宁宁包的饺子这么厉害，比我都包的好看。小时候跟我妈学的。你妈身体挺好吧？挺好的，谢谢阿姨关心。但我知道他妈身体不好，长期吃药。我吃完了，要去镇上买点东西。兰亭广场，核心方案出自一个叫 S 的年轻设计师，后因合同纠纷退出团队，设计署名归甲方所有。S， 苏宁。苏宁说的全是真的，他的设计被偷了。可偷他设计的甲方是谁？陈炯也只是个署名人，真正的甲方。你闺女不也是搞设计的吗？之前不是在那个什么……我闺女早不干这行了。陈红发，他的房地产公司兰亭广场。如果兰亭广场的开发商是陈红发的公司，那偷苏宁设计的人就是陈红发。下午3点见。请坐。喝茶。林北，我问你件事儿，你别蒙我。宁宁跟你到底是什么关系？您应该看得出来，我是看出来了，所以才要问你。我跟你爸是20多年的交情，你打小就认得。你6岁那年跑去工地玩水，摔了一大跤，还是我抱着你去卫生所的。你不记着了，可我记得。我确实不记得了，所以今天你得跟我说实话，他是不是你花钱请来的？是。多少钱？8万。他缺钱缺到这个地步了。苏叔叔，有件事我想问您，3年前偷苏宁设计方案的人是不是陈红发？他跟你说了？说了一些细节，我自己也查了。那个项目叫兰亭广场，宁宁在里头负责最核心的方案，主体造型、空间流线、立面设计，全是她一个人的灵感。那会儿她才24岁，干劲十足，每天加班到凌晨。最疯的时候，连续1星期睡在办公室。方案完成以后呢？方案交给了甲方，甲方就是陈红发的强盛地产，合同里有一条霸王条款，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甲方所有。宁宁签的时候没留意，他的上司也没提醒他。结果，陈红发把他的方案拿走了，签了陈征的名字，参了奖得了奖，成了行业标杆。宁宁想维权，但合同摆在那里打不赢，所以他来找您帮忙。我当时觉得他年轻不懂事儿，跟大公司较劲没有好结果。陈红发在海城的关系网很深，真闹起来，他以后在这个行业就待不下去了。您收了陈红发的钱？200万。他给的说是买断补偿。苏宁知道了？知道了，当天夜里就搬走了，手机号都换了。3年了，我托了好多人去打听他的下落，知道他在海城，但联系不上。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住在哪里，在做什么工作。直到除夕那天，他跟在你身后走进家门，我看见他的那一刻。他前天来过我家，我清楚。
他是故意来的。他给我发了一个关于兰亭广场的链接。哼，陈红发的闺女，跟他爹一副德行。你觉得他是在查苏宁？不是查，是在确认。确认什么？确认宁宁是不是还攥着当年的证据，原始设计稿、沟通邮件、修改记录。这些东西要是还在，对陈红发就是一颗定时炸弹。苏宁手上有这些东西吗？林北，你听我一句话，你说，这8天一过完，你就让他走。这件事儿越少人卷进来越好。陈红发可不是一般人。还有，别告诉宁宁，咱俩今天见过面。原本以为只花8万块买个清静春节，现在发现买到了一个我压根没预料到的局。初六村里有个团拜会，镇上的人都会去，宁宁是不是也得去露个面？什么团拜会？就是村委张罗的，每年初六办一回，在镇上的礼堂里头，大伙儿一块吃顿饭，热闹热闹。你陈叔叔今年赞助的，说是请了个酒店的大厨来做菜。陈叔叔，陈红发，初六的团拜会别去。为什么？陈红发赞助的活，陈丽肯定也在。所以呢？苏宁，你不觉得陈丽在针对你吗？我清楚他在干什么。你清楚？林北，你以为我笨吗？他来你家那天我就瞧出来了，他看我的那种方式，不是对情敌的嫉妒，是对猎物的打量。那你还要去？我为什么不去？你不怕他在公开场合拆穿你？林北，有些事你不清楚。我不怕他拆穿我，我怕的是他逼我说出那些我已经忍了3年的话。这个女人身上有太多我不知道的东西，而且那些东西正在一层一层的解开。小北哥，初六团拜会上见哦，我给你和嫂子留了座，挨着我。小北哥，这边这边。宁宁，聊聊呗。你之前说你干建筑设计的，我这几天琢磨了一下，挺巧的。我爸公司旗下有个项目，也是找设计院做的，叫蓝天广场，你听说过吧？听说过。那你肯定知道，那个项目的主创设计师，他现在可火了，到处去演讲，还拿了国内好几个大奖。你跟他是同行，有没有觉得他的设计理念特别厉害？尤其是那个空间流线的概念，整个行业都在讨论。那个概念确实不错，你有没有兴趣认识一下？下次我可以介绍你们见见面，也许能交流交流。不用了。怎么？不好意思？还是你觉得自己的水平跟陈真有差距？我水平怎么样不好说，但我知道一件事，一个设计好不好，不看属谁的名字，看的是谁画的第一笔。什么意思？字面意思。大家安静一下。接下来有请强盛地产陈总为大家介绍今年清河镇最大的投资项目。这个项目是我们强盛地产未来3年的核心规划，设计方案由国内顶尖团队操笔。假的，这个设计方案的空间布局和流线设计跟兰亭广场的核心逻辑一模一样，只是把商业体改成了社区综合体，连天际线的切角角度都没变。你在说什么？坐下。我在说，这个方案底层框架不是陈遮的，是我的。3年前你们买断了一次，现在又拿出来用了第2次，你凭什么在这里撒泼？你以为你是谁？你就是个林墨花钱雇来的假女友。什么？我有一件事必须当着清河镇所有人的面说清楚。第一，苏宁是我女儿亲生的。什么？老苏的闺女？第二，我女儿不是什么假冒的设计师，她是正儿八经的建筑学硕士，海城大学毕业，师从王维教授。24岁参与兰亭广场方案设计，核心概念空间流线体系是她独立完成的。我手里有她当时所有的原始设计手稿，有邮件发送记录，
有版本迭代文件，有导师的联名推荐书。这些东西我保存了3年，一份在我的保险柜里，一份在律师那里。陈总，你3年前买断的是署名权，不是我女儿的才华。你今天又把她的设计拿出来改头换面用了第2次，这叫什么？这是你当年所有的原始文件，我找人从对方的服务器上做了公证备份。3年前我没帮到你，是我窝囊，今天我不窝囊了。就算她是你女儿又怎样？她确实是花钱雇来的假女友，这个事实改不了。她骗了林叔叔和林阿姨。陈丽，你闭嘴！你，妈，对不起。但有一件事我没说谎，苏宁是个好姑娘，不管她是不是花钱雇来的。陈家丫头，你说破人家的事儿有意思吗？你自己倒是找了个男朋友了。就是，人家2家的事儿，轮得到你来拆？你们。陈总，初期我的律师会正式发函，关于兰亭广场的设计署名权问题，还有你今天展示的这个新项目方案的知识产权归属问题，咱们法庭上见。走了。爸，你跟我回海城。我不回去。你在外头过的什么日子？8万块钱给人当假女友，你是我苏明远的女儿。我已经3年没当过你的女儿了。你让我咽下那口气，你说我年轻不懂事。我的作品，我的心血，我熬了多少个通宵画出来的东西，你帮我卖了200万，你甚至没问过我一句。你当时怕了。你怕陈红发报复你的生意，怕你在行业里的关系网断掉，怕你这些年攒下的面子被撕烂，你怕，所以你把我的东西拿出去跟人换了一张支票。但是你刚才掏出那个 U 盘的时候，你说你存了3年，你真的存了3年？从你搬走那天开始，我就找人做了公证备份。为什么？因为我知道自己做错了，可我不知道怎么开口。我托了很多人去找你，你全都回绝了。我也想过直接去海城找你，可我怕你连门都不让我进。你妈住院的时候，你知道5个月前胆囊手术，海城第6人民医院，住院费我让你二舅替我转过去的，你妈没告诉你。妈，你跟我说句实话，他是不是花钱雇来的？是。8万块钱？你宁可花8万块找个陌生人骗你妈，也不愿意好好跟我说一句妈，我暂时不想结婚。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开心？这几天我有多开心？我觉得我儿子终于有归宿了。我每天去菜市场买菜那会儿，嘴里都哼着歌。我见人就说，我儿子领女朋友回来了，设计师、研究生，全是骗人的。阿姨，你别喊我阿姨，你是老苏的闺女，她在我们家喝了3天茶，一个字儿都没吐露。你们拿我跟老林当傻子。阿姨，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不该接这个单子，不该骗您和叔叔。可是这几天，可是什么？可您做的红烧肘子是真的好吃。您给我剥橘子的时候把白络全摘干净了，您给我铺床，铺了2层被子，还专门放了一个热水袋在被窝里。这些事儿不是假的。你出去，我跟我儿子说话。你还瞒了我些什么？没了。薪水呢？真有120万？真的。房呢？车？全是真的。那就是对象这桩事儿是假的。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敢蒙我！对不起妈，我不该哄你的。妈老了，照看不了你几年了。妈，可你不能蒙我，你蒙了我，我只会更慌。往后还敢不敢蒙妈了？
不敢了。以后你要不想结就不结，谁敢逼你就告诉妈，妈替你骂回去。妈不催你了，行不？算了，孩子已经知道错了。他知道个鬼！跟我来，有件事和你讲。什么事？老苏方才给我打了电话，说了什么？他说，倘若你真心待宁宁，他不阻拦；可你若是逢场作戏，他便打断你的腿。原话。原话。你就这么走了？合同到期了，阿姨。什么破合同？你在我家住了7天，替我包了3回饺子，替我修了1次暖气管，还替你叔叔修了茶台下那块松了整年的地转。你觉着这些是合同里写的活儿？阿姨，我是真的该走了。那你把红包退回来。什么？你爷爷包给你的红包，你奶奶包给你的红包，你大姑包给你的红包，拢共16000。你要是退了，就说明你不认这个家。你要是不退，阿姨，我走了。我送你去高铁站。苏宁，U 盘里的东西你看了吗？看了，全都在。原始 CAD 文件、修改记录、邮件往来记录，比我想的还要完整。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打官司。需要我帮忙吗？林北，合同期满了。我清楚。那你为什么还……因为这8天我不是全在演戏。尾款4万，你收好。还有一桩事，这个不在合同里头。什么事儿？我认识海城一家律所的合伙人，叫孙伟，专打知识产权官司的。你如果要用，我帮你约，律师费我来出。我不需要，就当是我借你的，等你打赢了官司，拿到赔偿再还我。8号下午2点，把孙律师的联系方式给我。你让我去帮一个建筑序律师打官司，对手是强盛地产。对。林北，你知不知道强盛地产的法务团队有8个人？你知不知道陈红发在海城跟好几个法官都打过高尔夫？知道。那你还让我接？因为对方手里捏着全套原始证据，而且陈红发用了1次偷来的设计方案，眼下正准备用第2次，发过来看看。你这案子我接了。你看了材料？看了，铁证如山。CAD 文件的创建时间比陈哲那边的版本足早了4个月。邮件记录里有甲方项目经理明确要求修改的往来邮件，每一封的收件人都是苏宁，不是陈征。还有版本迭代日志，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设计思路的推演过程，是一条完整的创作链条。打得赢？不但能打赢，而且可以打双案。第一案，兰亭广场的设计署名权侵权；第2案，强盛地产眼下在推的那个新项目，如果确认设计方案的底层逻辑源自兰亭广场的原始方案，那就是第2次侵权，并且这一次压根不存在所谓的买断合同。陈红发当年那份买断合同呢？那份合同只覆盖兰亭广场1个项目的署名权，他现在拿苏宁的设计逻辑去套放到新项目上，完全超出了合同范围，这是独立的侵权行为。孙伟，有个事儿我得提前跟你讲。什么？陈红发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他只怕会使出些上不了台面的法子。你是说他会来查我？查苏宁还是查你？都有可能。没关系，我当律师11年了，被虫子咬过，也被毒蛇咬过，可还没被吓退过。苏宁配合的特别职业，提供的材料整理的跟论文注释一样细致，每一个文件都标明了时间线和关联证据，工作效率高的让我连续熬了3天班都没能消化完。我清楚。不，你还没全清楚。我让我们所里的助理查了一下他的学术背景，他在海城大学读研的时候，
拿下了全国大学生建筑竞赛1等奖。他的导师王维是中国建筑学会的常务理事，凭他的水平，若没摊上这件事，如今少说也是某家设计院的主任设计师。全国1等奖，王维的学生，这个在我家帮我妈洗碗、帮我爸修茶台的姑娘，竟然站过那样的高度。孙伟，把这个案子打漂亮，帮他把属于他的东西统统拿回来。放心。有些事儿过去了就让它过去，翻出来对谁都没好处。想跟清楚了再动。你猜这是谁发来的号码？查过没？一次性号码，但内容的意思不必猜。不止今天下午，有2个自称记者的人跑来我住的地方敲门，问我是不是干过陪聊业务。你没开门吧？没有，可他们在楼下蹲了2个钟头，还拍下我出门买菜的照片。苏宁，你先搬出来，我在南山有一套空置的公寓。不用，我搬到孙律师安排的临时寄处了。那些人的事儿，孙律师已经报了警，还向法院提了对方涉嫌证人威胁和骚扰的附带申请。等结果。等结果。紧张吗？不紧张。无论输赢，我站在了这里，说出了我该说的话，亮出了我该亮的证据。3年前，我一个人吞下了这口气，现在我又把它吐了出来。